同学们好，欢迎来到老家一路第8节课斜行。好，接上式白额亮翅。好，右脚脚尖踏实朝向于右斜前方45度，不要外摆。好，白额亮翅，放松相合。动作1，右胯上下折叠，左胯相合，身法左转，左手逆缠，右手顺缠，右手合于身前中线，左手合于左侧胯间。好，2，松右胯螺旋，左手上捧，右手逆缠按掌，合于胯间，左手与左膝形成相合，顺势领膝上提。好，3，螺旋放松下沉，斜45度，开步。好，左脚踏实，当走后弧，欲左先右，两手折叠相合，抱圆合于脖颈后侧，胸前。好，下身法，斜中欲正，左手勾手顺势上提，右手合于身前中线。好，放松推掌，逆缠上弧线，外蓬打开，下沉松沉右胯，还原定势，立身中正。好，再看一次，来，白额亮翅变斜行。动作1，白掌相合，松胯下沉。好，2，松右胯螺旋，领膝上提。好，3，螺旋下沉，对拉开步。好，4，欲左先右，当走后弧。5，下身法，斜中欲正，沿膝前上提。6，呼气放松下沉，推掌逆缠上弧线，外蓬。好，7，放松下沉，还原定势，身法中正。好，再看一次，来斜行。好，1、2、3、4、5、6、7。好，定势相合。来，换个方向，不同的方向看一下。这边斜行。1，白掌螺旋。2，松胯下沉，领膝上提。好，3，螺旋对拉开。4，下身法，斜中欲正。5，勾手上提。好，6，推掌相合，呼气。7，打开，还原定势，放松下沉。好，前面看一下，白额亮翅。好，1、2、3、4、5、6、7。好，背面看一下。好，背面动作，1、2、3、4、5、6、7。好，收势。来，同学们，这个斜行的动作重点呢比较多。首先我们要讲解的第一个内容呢，就是我们如何做到开左腿的时候右脚不乱动。那先跟大家举几个错误的例子。第一个呢，我们在做白额亮翅，尤其是右脚脚尖撤到斜45度的时候，很多老师有个习惯，而且习惯还不太一样，就重心往前压一下，摆右脚脚尖，然后把左腿提起来再去开步，他觉得这样很舒服，是不是？然后第二种就是，
摆脚提膝的时候没有动脚，那开步的时候把右脚动一下。那还有一种就是摆掌提膝的时候转，然后再开步。这些种种问题都出现在了哪？我们就非得摆右脚脚尖才能把左脚开出去吗？那答案肯定是错误的。很多老师他的胯由于松不下来，所以没办法了，只能通过摆脚尖的方式或者是转脚的方式来去给自己提供这个向斜前方开步的地方。咱们想想，咱在练斜前方，尤其是咱们说的前进步的时候，摆右脚脚尖45度，提左膝，螺旋松胯向左斜前方开步，然后当走后弧，坐胯摆脚，我们都会这种上步前进步的动作。但一到了斜行上，为啥这个动作就用不出来了呢？斜行是个啥？斜前方45度，它一样是个进步上步动作。所以呢，我们想想，45度的脚尖，这是白鹅亮翅的腿型，我们怎么做？我们要先把右胯松合下来，松下来之后，在开步的过程当中继续向右螺旋，把咱的左脚向左斜前方45度开出去，然后再踏实。这样子我们的当走后弧的螺旋劲儿才能更加饱满，是不是？但是为啥松不下右胯呢？两个原因。第一个，老师们平常练拳的时候喜欢把力量放在大腿的外侧，不管扎什么架子喜欢撑腿，所以导致了胯在松沉的时候松不下来。为什么？因为松胯的时候用的是一种当胯相合的合当劲儿，我们要的是大腿内侧的力量，所以老师们下不来，因为大腿内侧没力，一松容易跪膝，是不是？所以这个地方就跟老师们说没事了，多练练站桩，多练练缠丝劲儿，把内侧的合当劲儿给它提上去，这样对我们做白鹅亮翅变斜行有很大的帮助。那么第二点，那教老师们一个小技巧，这是一种比较捞偏门的办法，大家不要形成习惯，做出来以后慢慢改。松完右胯之后，想开左步开不出来没关系，你把你的头向右斜后方去看，这样子你就会发现右膝外侧不再有那种别的感觉了，而且还能保证咱的右胯松下去。这样子是一个捞偏门的办法，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进行一个开步。但是时间长了以后，我们有了腿内侧的合劲儿，我们要及时的把头学会再转回来进行开步，同时还要保证我们的右膝不会跪腿或者是掰膝盖，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记住。好，那么斜中寓正的步法和身法，咱们要配合上手来跟大家去讲。我们掌握了开步子的步伐以后，来注意看，我们的寓左先右呢，不是让我们的手先向右去领掌，而是开完步以后，我们的右胯此时此刻呢，它虽然是一个拧转，但它并没有坐下来。所以两手合于身前中线右膝上方时，我们要继续用一个松右胯的方式来让右手顺缠领掌，左手放松向身前中线相合，再当走后弧折叠右手。你的右手从斜后方看一下，它走的是一个螺旋，而不是直接松到这儿就不管了。1、2，螺旋形成的重心移动，这跟什么有关系？咱们讲了，重心转化是大螺旋，蹬右腿大螺旋过来，然后再小螺旋走斜中寓正。所以呢，重心的分配一定要和当胯的螺旋形成正确的顺序。那同样，我们重心都过来了，要做好斜中寓正怎么办？斜中寓正它指的是我们中线、当胯、膝脚这3个地方，它是在同一个空间当中，并且平行螺旋的一个动作外形，而不是我们想的我中线产生歪斜晃腰或者是晃腰，这叫斜中寓正，这不叫，这叫歪身子，这叫中线不正啊。所以说我们要做到不摇头晃脑，
保持中线当胯膝关节这块在螺旋的时候，它是一个整体，把力量通过一个总成，看到没有？腰当是主宰，力起于脚，力量是一个整体的，所以斜中寓正不仅仅指的是一个动作外形，而指的是我们的身体的整体螺旋。大家要把这块记住，好不好？然后提起来，推出去，这块的提膝，左手的领，正确的标准动作，传统的讲是肘过膝，这才叫斜中寓正。但是现在有很多老师就是由于身体的问题嘛，所以做不到肘过膝，怎么办？咱就手过膝，是不是？手过膝盖，顺势上提。注意看，右手不是超过中线推左手向外打开的，而是什么？通过我们领完左手勾手，松左胯，身法会往左去转，胯和手这个位置先形成一个合劲儿，然后呢，再通过呼气，让胸背再产生一种合劲儿，把这两个力，把这两个动作外形合到一起，再逆缠外捧打开。这样子的话，你整体的动作会变得更加协调，腰当劲儿，胸背劲儿，好，放松的肢体稍节延展的力量，这个地方大家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了？所以手的动作不要直接从肩关节去往外用，先是胯走不了了，再用胸背走不了了，再把两个地方的劲儿延伸到我们的梢节上向外打开。那么最后，你右手逆缠外捧打开靠哪条腿？那肯定是靠咱左腿都已经松沉到位了。这个时候左脚脚后跟内侧是不是有碾地的螺旋劲儿？好，碾地螺旋外捧打开。当右手合到右胯前方的时候，右胯上下松沉，顺缠外捧。此时此刻，咱们的身体从侧面看，你看，一打开，左胯带动右掌掌根；二，右胯上下折叠，带动右手的掌根，再顺缠外捧，身法保持中正，放松下沉，重心在左腿啊，定势斜行定势，重心可不在后边，在前边啊，这是咱们的斜行动作要求。好，各位老师们多多练习。